这白菜都是烂的，你是不是想害死我们？我都是好白菜，不是烂白菜。呸！要不就赔我们5万块钱私了，要不……谁在搞鬼？是你！3年了，我终于找到他了。总督，这不就是个普通的菜摊吗？我们要找的大人物，怎么可能在这里？臭婆娘，别妨碍我们兄弟们发财，还敢搞鬼伤我！今天给你点颜色瞧瞧，兄弟们，仗势欺人！哎，不必着急，大将军对付这种小喽啰啊，不费吹灰之力。什么？他？大将军？兄弟们，给我砸！你是什么人？怎么这么厉害？你以后要是再不安分，就不是动手打人这么简单的事了。这摊主看起来平平无奇，难道他真是10年前凭一己之力抵抗敌国10万叛军的荆州大将军郑春芳？你找我又有什么事？大将军久仰，吾乃荆州总督胡承海。近来境外势力猖獗，荆州腹背受敌，我方不敌进攻，所以恳求大将军再度出山，护我荆州。胡总督，我已退隐江湖多年，现在只是一个平凡人。我的儿子还小，我只想守着他过安稳的日子。打打杀杀的事情，我不便插手。总督，这怎么办？大将军的第一个孩子就是被敌国暗害而死，这件事对他造成的阴影太大了，想请大将军出山没那么简单呢。洋洋，妈妈回来了。你们是谁？妈妈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们是谁？找我有什么事？您好，我是洋洋的亲生母亲谢芳华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当年洋洋被遗弃在垃圾场里，几乎没了气息。你现在找上门来，想做什么？你有所不知，当年洋洋是被人贩子抓走的。我和他的爸爸找了他5年，现在我想把洋洋接回家。不可能，洋洋现在是我的儿子。可洋洋也是我的孩子，失去一个孩子的痛苦，作为母亲，你知道有多痛苦吗？曾经我也失去过孩子，天底下没有一个母亲能接受这样的事情。或许我该成全她。快起来，洋洋，你想和你的亲生妈妈回去吗？那我以后还能见到妈妈吗？能，只要你想，随时都能来我们家。你带洋洋回去吧，但你必须答应我，不能让她受半点委屈。好，我保证，带回去之后，我一定把洋洋捧在手心。以后这块玉佩会帮妈妈保护洋洋的。对了，洋洋有哮喘病，千万不能让她接触花粉和柳絮之类的。好好好，走。现在我已经没有牵挂了，如此一来，
我也能答应荆州总督出山了。妈妈，这是哪里？别喊我妈妈，看好她，别让她跑了。等过几天，就让她把骨髓捐给天赐移植。是。感谢大将军出山，敌国叛军现已清扫殆尽。大将军英勇！大将军英勇！各位请起。如今洋洋不在我身边，但我这个做母亲的，至少能在他看不到的地方保护他。只是，大将军，是否有烦心事？自从洋洋被谢家接走之后，我就一直联系不上他，我实在是担心。快联系谢家。是。大将军，已经联系上了。大将军放心，我没有向谢家泄露您的身份。谢夫人您好，我是郑春芳，能不能让我和洋洋说句话？洋洋啊，她在睡觉呢。睡觉？洋洋最是活泼好动，从没有白天睡觉的习惯，怎么现在睡起觉了？春芳姐，你就别担心了。洋洋回来之后啊，我可是一直锦衣玉食的供着呢。夫人，这孩子身体太弱了。骨髓捐献手术还得再静养1个月才能进行。骨髓手术，洋洋的身体出什么问题了？春芳姐，你听错了，是哮喘手术。我先不说了，我还得跟医生沟通手术细节呢。什么手术？能不能让我和洋洋说句话？喂，不行，我得亲自去谢家看看。妈妈救我！是吗？姑娘，谢家是有什么喜事吗？怎么这么热闹呀？今天是我们少爷的生日宴，荆州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可都来了，赶紧让开，别挡道。我一直担心洋洋在新家过得不好，没想到他们竟然为洋洋举办了这么隆重的生日宴，看来是我多心了。以我对洋洋多年母子情分，我必须要有足够充足的表示。胡总督，立刻帮我准备100亿贺礼，以我的名义送到谢家老宅，为我儿庆生。等我们天赐移植了新的骨髓，就再也不用受病痛的折磨了。谢谢妈妈。阿姨，我想妈妈了，我想回去找妈妈。给我安分点，今天是天赐的生日，别出来捣乱。夫人，最新消息，华国大将军要来参加少爷的生日宴。什么？大将军可是荆州呼风唤雨的大人物，他要是能参加天赐的生日宴，代表我们谢家马上就要平步青云了。大将军还送来100亿贺礼，老天有眼，咱们谢家马上就要成为华国顶级世家了。那我们赶紧去，一起迎接大将军吧。大喜的日子，绝对不能让他顶撞了大将军。坏了好事，把他关进小黑屋，多派几个人看住他。谢家虽然不是什么豪门世家，但到底也算有些家底。洋洋在这儿至少不会受委屈。放开我，我要找妈妈。还想找妈妈？走。这是洋洋的声音。洋洋！刚刚那个穿病号服的小男孩，好像是洋洋。请问谢家少爷现在在哪里？少爷当然在礼堂准备生日宴了。刚刚应该是我看错了，洋洋是今天的寿星，怎么可能穿着病号服呢？这个生日宴真是有排场，要不咱俩也去凑凑热闹？那这小孩怎么办？放心，这小孩就是病秧子，逃不掉的。行，那咱俩喝酒去。我要去找妈妈。谢家也是为小少爷生日宴下了血本，看这势头，至少也花了几千万。何止啊！听说谢家要在生日宴宣布，谢家所有的家产由小少爷继承。全部啊！谢家对小少爷真是极度宠爱呢。那就是谢家的小少爷。
谢家果然没骗我，洋洋在谢家过得好，我也放心了。现下荆州局势正是缺人用的时候，看在洋洋的面子上，可把谢家提拔一二。妈妈，我在这里。刚刚好像是洋洋的声音，怎么总觉得心里慌得紧？是我多心了吗？可是，洋洋不就在台上吗？各位来宾，生日宴即将开始。夫人不好了，正阳少爷不见了。什么？赶紧加派人手去找，要是冲撞了大将军，坏了我的好事，我说他吃不了兜着走。是。天子好不容易找到适配的骨髓，不行，我要亲自把他抓回来。天子，妈妈有事，去救怀宇。好。我要回家。站住！阿姨，救救我！有人要抓我！小朋友，你的家长呢？我妈妈她……洋洋，听话。给您添麻烦了，我就是他妈妈。既然你还有力气逃，说明这身体不错嘛。方医生，现在就安排手术，抽出他的骨髓。是，夫人。不要，我不要做手术，我要妈妈。你还想找你那个穷酸养母来救你？能给我的儿子捐骨髓，是你的福气。正阳少爷已经找到了，等宴会结束，就带天赐少爷去移植骨髓。是。大将军贺礼到。这些物件应该够儿子在谢家立足，之后私下里再送几个公司给儿子傍身。我的天啊！千年人参就算了，全世界仅此一颗的深蓝之星钻石，也要送给一个小孩子当生日贺礼。谢家真是彻底抱上大将军的大腿了。连荆州总督都请不来的大将军，竟为了一个孩子的生日备下如此重礼。往后荆州啊，谢家怕是无人能及了。这才到哪儿？我郑春芳的儿子就是要星星也能给他摘来。妈妈，救救洋洋！各项指标正常，10分钟后骨髓抽取手术开始。妈妈，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小寿星揭下面具，正式和各位来宾见面。洋洋竟然长高了这么多，他不是我的洋洋，他不是洋洋。哎呀，快看，小少爷在那儿呢。这不是洋洋的玉佩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难道他出事了？各位来宾，生日宴正式开始。哎呀，好啊！谢芳华，我问你，洋洋呢？这个女人是谁啊？敢在谢家生日宴上挑事儿？不知道啊，洋洋又是谁啊？哪里来的穷酸货？赶紧滚出去！来人！我看你们谁敢动我！儿子以后还要在谢家立足，在这里闹得太难看，对他没有好处。我再问你一遍，洋洋到底在哪里？他好得很，从谢家接回来之后，他不愁吃不愁穿，少操心了。谢家还有一个少爷？听说是前段时间刚认的，只是一直没露过面。够了！找上门来不就是想要钱吗？我给你。赏你了，赶紧滚！正阳少爷的手术还有5分钟开始，这东西要用来保存取出来的骨髓，我们赶紧送到2楼去。骨髓手术，洋洋接受的根本不是什么哮喘手术，而是骨髓捐献手术。他想强行抽取洋洋的骨髓，移植给他的小儿子。各项体征平稳，即将开始手术。手术，带我去手术室，绝对不能让这个贱人打断手术！赶紧拦住他！谢氏一族谋财害命，罔顾人伦，今日便由我荆州大将军郑春芳替天行道，覆灭谢氏。大将军，怎么会是你？快把天赐带走！你还想走？你以为你打倒我2个人就能轻易走出我谢家的大门？早就叫你不要作死，偏要不识好歹的招惹我。
把洋洋还给我！还给你？你算什么东西？让洋洋和我回家，我可以不追究谢家的无礼。哼，我以为有多厉害呢，还是个不知好歹的神经病！你敢动我，我乃荆州大将军！我看你是疯了！如果你是荆州大将军，我现在就在这里给你磕10个响头，学狗叫。那你赶紧做好磕头狗叫的准备吧。一个摆水果摊的贱民也敢冒用大将军的名头，我看你是想疯了。怎么被拆穿了还想装腔作势？今天就算你喊破喉咙，这里也不会有人相信你是大将军。当年我镇守荆州，拿下敌国叛军首领首级时，你谢芳华还不知道在哪儿。你说我是不是大将军？您少在这里吓唬人！今天谁也拦不住我！少在这里装腔作势！谢芳华，把洋洋交出来，否则我就算把你们谢家拆了，也要把洋洋带回家。住手！住手！啊！总督到，无关人员请离场。切！谢家家主何在啊？在，我仅代表谢家满门，恭迎胡总督的到来。送过去吧。是总督。看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胡总督，大将军没有跟过来啊？大将军？大将军不是早就到了吗？早就到了。大将军说啊，想过来视察谢家，于是就先一步过来了。这样啊？大将军啊，不喜高调，可能是乔装一番，先入场了。是大将军英明。你问这些做什么？该不会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？没有，我们谢家一直都是安分守己，绝不会让大将军失望的。能得到大将军赏识啊，是谢家的祖坟冒青烟了。我警告你，不要搞什么小动作。是，怎么办？大将军什么时候来的？希望大将军没看到刚刚那场闹剧才是。总督，我们的人说刚刚在大门看到大将军。大将军到了，未惊动旁人。看样子是乔装来的，没暴露身份。难道总督大人已经知道刚刚那个贱人闹事了？不行，我要保全谢家颜面。胡总督，你看生日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不如先随我去主位入座。我还为您准备了您最爱的碧螺春。走吧。啊，今天是不是有一个打扮得很朴素的女人来过这里？是，应该是对家派来闹事的。放心，我已经妥善处理了。把你们那些小心思给我藏好，不然捅到大将军面前，别说生日宴，你们谢家在荆州能不能立足，都是个问题。谢大总督敲打，放心，我们绝不会让将军失望的。洋洋，我的儿子，你到底在哪儿？洋洋在那里。医生，各项体征稳定，随时可以开始。我不要做手术。住手！洋洋，妈妈来了。你是谁？你来干什么？我看你们谁敢动她，我就对你们不客气了。不好了，那个女人闯进了手术室，把手术打断了。什么？我不是让你们家派人手去看住她吗？一群废物，连一个村妇都看不住，天才还等着骨髓呢，绝不能让她把正阳带走。夫人，胡总督还在这里，也不好大张旗鼓的抓人。那奸夫要是把正阳带走，天赐就彻底没救了。夫人，什么事儿如此生气啊？没有，就是家里的2位仆人闹了点小矛盾，我去嘱咐2句就回来。小事儿，那就去吧，尽快解决，别让这些小事儿扫了宾客们的兴。
是，立即派出谢家所有保镖，全力给我拦住那个女人，绝不容许她踏出谢家半步。是。谢芳华，辱我儿心，欺我儿身，今天就要取你狗命！你是不是把正阳偷走了？赶紧把孩子还给我！偷你的孩子？我养了洋洋5年，你用认亲的方式把他骗走，转头就要抽他的骨髓救你的儿子，这就是你所谓的母亲吗？正阳本来就是谢家的种，他的命就是给天赐留的，你把孩子还给我！胡闹！胡总督，你快点把这个贱女人赶出去！就是她偷走了我的孩子！哼！荆州总督胡成海参见大将军。你是大将军？属下胡成海参见荆州大将军，属下眼拙，未能认出大将军，罪该万死。大将军，你真的是荆州大将军？胡成海，立马派车带我儿正阳去医院治疗，不得耽误。是，立刻送正阳少爷去医院，你亲自开车去。好的，大将军，我马上去办。大将军，这件事您想怎么处理？胡总督，您不能被这个奸夫给骗了呀！谢芳华，你休得放肆！在大将军面前，岂容你胡言乱语？他就是个卖水果的骗子，他就是故意为了抢我的孩子，才故意编造谎言诬陷我们谢家的。摆水果摊儿，是我想给洋洋一个普通安稳的童年。退隐江湖，是我不想让战乱波及我的家人，但这并不代表我会容忍任何人来欺辱我的儿子。谢夫人，你要不要当着总督的面说说这骨髓捐献手术的来龙去脉？你胡说，我只是给洋洋检查身体而已。哦，检查身体？你确定吗？你的手下都已经告诉我了，这就是证据。都是谢夫人逼我的。她说正阳的骨髓和天赐少爷完美匹配，让我无论如何都要保证手术顺利进行，还说10号给我重金封口。你这个贱人，我杀了你！5年前，我在垃圾场捡到洋洋时，他奄奄一息，是我日夜照料，到处求医问药，才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。谢芳华，你口口声声说你是洋洋的亲生母亲，却为了救你另一个儿子而夺走洋洋的性命，你简直不配为人！胡总督，你别相信他，正阳本来就是谢家的血脉，他只不过是养了洋洋几年，就想霸占我谢家的孩子，还想编造谎言诬陷我们谢家。谎言？这是你当年遗弃洋洋时医院的备案记录。怎么会？我明明都已经……你怎么会拿到这个东西的？我原以为你这次带洋洋回家是诚心悔过，想补偿洋洋。假的，都是假的。你说找了洋洋5年，那是得知他的骨髓能够救你的宝贝儿子，才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。你满口母爱，实则满肚子蛇蝎心肠。大将军，我会将谢芳华、相关医生，还有所有参与此事件的仆人全部控制起来，彻查谢家。任何参与本场阴谋的人，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我不服，胡总督，我谢家对荆州有恩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老实点。有功？你残害孩童，罔顾人命，这也算功？大将军，求你放过我吧，我也是为了孩子呀。孩子无罪，但他的母亲罪不可赦。谢天赐的病本该循正当医治之路，而并非以一个孩子的性命为代价。大将军放心，属下会安排荆州最好的血科医生给谢天赐诊治，而谢芳华的罪责必将依法处置。不，怎么会这样？他怎么会是大将军？洋洋，今天有没有觉得舒服点？妈妈在洋洋就不疼了。妈妈，我以后再也不要跟那个阿姨走了，她那里好黑，还有人要给我抽血。不怕，妈妈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，以后我们永远在一起。大将军，正阳少爷的各项指标都在恢复，哮喘也得到了控制。有劳胡总督了。分内的事，大将军放心。只不过，怎么了？谢家的调查结果出来了。是，这是谢家的初步调查结果，情况比我们预想的更复杂。说下去，我们的人查到谢家跟敌国势力有频繁往来，
他们不仅收受敌国的资金，还找他们提供我们荆州的军政部署资料。果然不简单，谢芳华有恃无恐，原来是有敌国势力给他撑腰。属下推测，谢芳华之所以急着给谢天赐做骨髓移植，除了救子心切，或许也是想尽快完成敌国交代的某个任务，以换取更多的支持啊。敌国贼心不死，既然已经潜到荆州腹地，这次绝不能让他们得逞。属下已经加派人手彻查谢家，一定会把潜伏在荆州的卧底给揪出来。彻查谢家动静太大，已经打草惊蛇，这些卧底必定会收敛行踪，甚至会提前跑路。那大将军的意思是，要想一击毙命，就得出其不意。我亲自出马，乔装潜入谢家，直接引出背后的那个卧底。大将军，万万不可啊！谢家现在虽然已被控制，但是仍有漏网之鱼，您亲自去太危险了。我乔装成普通女仆潜入，我隐退多年，除了你，没有几个人见过我的真实面貌。大将军，杨洋受了这么多罪，这个账我不仅要跟谢芳华算，更要跟支撑他的背后敌国势力算清楚。属下遵令，请大将军务必保重自身安危。一旦遇到任何情况，请您尽快发信号给属下。你留下来帮我照顾洋洋，暗中帮我安排人手，随时听我调遣，切忌暴露我的行踪。闭嘴，还不赶紧去干活！你跟我来，以后你就负责书房和2楼的走廊。是，我明白了。记住，不该听的不要听，不该看的不要看，否则有你好果子吃。书房正是我要找的地方，想必那里藏着更多关于敌国势力的秘密。都没有，难道证据不在书房？赶紧把东西带进来。急什么？现在谢家被总督府盯着，做事得小心。新来的？是夫人。行了，出去吧。竟然是他！怎么了？得把这件事告诉胡总督，内鬼竟然就在我们身边。到底还要等多久？再拖下去，天赐的兵就等不及了。郑春芳那个贱人，肯定不会放过我。你快点想办法，带我和天赐逃离荆州。哼，逃离荆州？你以为胡生还会轻易让你走？想要活命，你得帮我做一件事儿。什么事？只要能让我和天赐活着，什么事我都愿意做。当真？千真万确。郑春芳是荆州的屏障，只要他死了，敌国就能轻易拿下荆州。你的意思是？我要你去刺杀郑春芳。我要你去刺杀郑春芳。刺杀郑春芳？你去刺杀他，成功之后，我自然会安排你和谢天赐远走高飞，还会给你足够的钱，让天赐得到最好的治疗。他是大将军，身边肯定手卫森严，我怎么杀得了他？你这不是让我去送死吗？没有别的选择，要么你去杀他，要么你就等着被查出你和敌国勾结的证据，牢底坐穿。为什么偏偏是我？你明明知道郑阳是他的养子，之前还故意出主意，让我对郑阳下手，现在还让我去杀他，你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？为什么偏偏是我？你明明知道郑阳是他的养子，之前还故意出主意，让我对郑阳下手，现在还让我去杀他，你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？要怪就怪你太蠢，为了救你那个儿子，什么事都敢做。而且，你只要杀他，才不会引起怀疑。不行，我做不到，我杀不了他。她现在不过是个护子心切的女人，软肋明明白白。你现在只要装作悔过求饶，
趁他不备动手，成功率至少70%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刚才不是让你去送衣服吗？回先生的话，管家说先让我打扫书房门口的灰尘。我需要武器，还有详细的行动路线。今晚12点，我会让人把行动路线送到你家。记住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你真的会兑现承诺吗？杀了郑春芳之后，真的会放我和天赐走？还会帮天赐治病？当然，我要的是郑春芳的命以及荆州的控制权。对我来说，你和谢天赐没用的情况下才是累赘，有用的时候自然会保你。我还是不敢，万一被他发现了怎么办？发现了，那你去和他同归于尽吧。想想谢天赐，他还在等着你救他。只要郑春芳死了，不仅你能活，天赐也能得到最好的治疗，一辈子衣食无忧。我不想死，天赐也不能再等了。你说过的话一定要算数。放心，只要你动手，一切都会按计划进行。通知胡总督，今夜12点，谢芳华将在总督府进行刺杀，卧底室助理速做部署。知道了，大将军放心，消息一定送到。在这磨蹭什么呢？管家让你去打扫夫人的书房。你快走吧，一切小心。大将军也是。是，我现在就去打扫。谁让你进来的？回夫人，是管家让我进来打扫房间的，那我先走了。等等，你戴着口罩干什么？是长得见不得人吗？夫人，是我脸上长了疹子，怕冲撞了你，才戴的口罩。赶紧打扫，别耽误我的事。你说，一个人要是要做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，就算知道可能会死，也还是得去做。回夫人，我不懂什么大道理，我只知道只要能和家里人好好的，让我做什么都值得。夫人，我活干完了，我能先走了吗？赶紧走，别耽误我的事儿。东西都备齐了，还有行动路线，都没错吧？回夫人，都备好了。你抬起头来，让我看看你。夫人，我脸上的疹子还没好，怕冲撞你。让你摘你就摘，今晚可是关乎我和天赐性命的大事，容不得半点差错。你要是敢藏私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？是你，郑春芳。谢芳华，你现在已经是困兽之斗。不可能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不可能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不是应该在总督府等着我去刺杀吗？你的伎俩，还有你背后那个人的阴谋，我早已尽收眼底。你以为勾结敌国叛徒就能杀了我，颠覆荆州？我也是被逼的，天赐他不能死。郑阳本就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他的命就是为天赐留的。他是我用5年心血救活养大的孩子，你有什么资格评判他的生死？大将军，我们接到消息来支援您了。
以勾结敌国、残害孩童的罪行，自有国法处置。怎么了？为何不进去？胡总督在里面吗？大将军，里面不对劲。放开我！调2队人手守在总督府后门，任何人不准跑。我进去处理。是，大将军。你这个叛徒！荆州不会容你，大将军也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以为你能困住我？只要现在动手，荆州就没了总督，到时候敌国大军一来，整个荆州都是我们的了。哦，是吗？任春芳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谢芳华呢？他没去刺杀你。谢芳华已经被我制服了，你的阴谋我全都知道了。谢芳华已经被我制服了，你的阴谋我全都知道了。你不仅利用谢芳华传递荆州军政情报，还想杀我，你倒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知道又如何？现在胡城海还在我的手里，只要你敢动，我就杀了他。我得不到荆州，也别想得到你的总督。大将军别管我，他是敌国叛徒，别让他跑了。你以为劫持他就能威胁我？你该清楚，我能当上荆州大将军，从不是受人威胁的人。都给我进来，把人拿下带走！任春芳，你等着，我们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有我在一天，荆州绝对不会让敌国踏进一步。你和你的同伙都将为你们的罪行付出代价。走。妈妈，我以后到了新家，是不是也可以在院子里追蝴蝶了呀？当然可以啦，不过要记住妈妈跟你说的话，跑累了就歇一歇，别逞强。大将军，这是荆州百姓托我给你带的东西，替我谢谢荆州百姓，这份心意我收下了。洋洋，这可是叔叔特意给你买的风筝，等到春天风大的时候啊，就能在院子里放了。谢谢叔叔，我最喜欢风筝了。洋洋啊，以后要是想回荆州玩了，随时告诉胡叔叔，叔叔马上来接你，好不好？知道了，胡叔叔也要好好的。荆州就交给你了。请大将军放心，属下一定守好荆州，护好百姓，绝不会让您和洋洋失望的。走吧。胡叔叔再见。